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让全球局势为之变化。所谓遏制中国与欧洲越走越近的战略，美国甚至忍痛放弃了制造欧俄矛盾的手段，不断猛攻中国。在美国向欧洲抛出骨头以后，欧盟果断上钩。据《环球时报》在本月20号的消息，在美国放弃制裁欧洲与俄罗斯的北溪2号管道项目以后，欧洲议会以599比30的大比例投票数，决定正式冻结中国与欧盟的中欧投资协定，并且欧洲议会此次执行效率极高，远远超过了关于英国脱欧的相关议程效率。有外界认为，这意味着欧洲议会以极其粗暴和狂妄的态度看待中国与欧洲的未来联系和关系走向。不光如此，让很多中国人不满的是，欧盟还十分狂妄地表示，要改变这一结果也并非不行，但中国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行为，取消对欧洲一些人员和机构的制裁。向中国提出如此荒谬的要求，无疑就是摆明了想要羞辱中国。需要指出的是，其实这一行为外界看得十分清楚，中国此前向欧洲部分人员和机构进行制裁，本身是反击行为的一种。在新疆问题上，欧洲部分人士多次恶意制造谣言，攻击我国内政。此外，在涉港问题上，也同样有不少欧洲议员和机构在背后推波助澜。《环球时报》就在当天很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绝无可能因为欧洲议会的压力就取消这些制裁。有分析人士认为，表面上看，欧洲此举是在向美国取消制裁的一种表示，但本质上还是西方人固有的傲慢作祟，与项目内容无关，只是单纯的对华恶意。而且，美国手里对欧洲的底牌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出来的。之前强行制裁欧洲和俄罗斯的北溪管道项目，现在就因为不制裁，引得欧洲立马跪舔，甘愿将真正意义上带来真金白银的中欧投资协定给冻结，既是无脑也是失智。分析认为，目前来说，欧洲一直希望能够重新回到过去的辉煌，重新在国际事务上占据领导地位。然而自身的问题却处处脱离了欧洲的发展。最明显的就是关于这个欧洲议会的问题。该议会作为欧盟3大机构之一，成员都是从各国一些政治集团中选出来拖其他国家后腿的人。此次欧洲议会冻结中欧协定，伤害最大的其实是欧盟的另一个主要组织——欧盟委员会。该机构在此前多次推动中欧协定的推进，而中欧投资协定本身还是对美国制约欧洲的一个重要筹码。现在欧洲主动冻结，反而会让美国占据谈判的主导地位，也难怪有网友怀疑，这些欧洲议会的大部分成员恐怕早已接受来自美国的资金援助了。美司令警告，台海战火将蔓延全球，阻止统一。美军又在对三国试验什么新型战争模式？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近日，美驱逐舰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导致局势风险骤然升温。在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外界也在猜测中美是否会起冲突。尤其是最近美国司令的警告，中美之战又能否避免？据环球网消息，近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公开恫吓，一旦大陆准备武力统一，那么美国该做好冲突蔓延到印太地区之外的可能性做好准备。这个战火将蔓延全球，所以美国应该发动盟友一起阻止。和其观点相似的是，在这之前，澳大利亚内政部秘书佩祖罗也曾宣称，全球战鼓正在敲响，澳大利亚需要为地区冲突做好准备。虽然没指名道姓，但是外媒都将他的表态和台海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频繁在台海问题上找存在感，明确介入台海局势的立场。此外，日本更是比澳大利亚还积极。日本也多次表示，一旦台海冲突将介入的立场。日本首相菅义伟接连和中国周边国家，包括越南、菲律宾、塔吉克斯坦等国打电话，指责中国单方面改变南海、东海局势。美国海军陆战队目前正经历一个大规模的试验和重组时期。假如和中国的战争开得太快，海军陆战队已做好立即就能战斗的准备。同时，美国也在积极布局，从中东撤军战略收缩和欧洲修复关系，在伊核协议北溪2号问题上让步，缓和与伊朗、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另一边，美国还在准备新作战模式。前不久，美国新闻周刊刊文指出，五角大楼经过10多年努力，建设一支伪装的特殊部队。这支特殊部队规模6万人左右，主要以记者、平民、企业员工等身份进行掩护，并伪装潜入他国内部进行渗透和破坏。美国专家指出，以前的大规模战争模式已经不符合时代大战，还会将美国拉入战争泥潭，而这种特种部队能够轻易颠覆一个国家。
目前，美国已将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作为试验这种新作战模式的重点，这就是美洲国家的悲剧。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我们也要十分警惕。一些公知、境外势力、NGO 等都可能是美国进行内部颠覆的支点。而无论如何，传统模式还是新作战模式，台海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国家和势力插手。一旦美国及其盟友介入，就该提前做好热战的准备。英航母启程，英国首相叫嚣要当海洋警长挑战中国，还来炮舰外交，被国际社会嘲笑。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在美国的鼓动下，如今印太地区也成为高风险地区，谁都想来秀一波存在感，试图震慑中国。而域外的欧洲国家都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家门口展示军事力量，就像他们在100多年前做的那样。近日，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启程前往印太之旅，英国首相约翰逊还没忘了向中国喊话。在22日，约翰逊登上航母发表讲话，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将途经地中海、印度洋和南海，最终在太平洋部署，期间将会和40多个国家展开互动，这将体现英国的价值观和军事能力。最重要的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号在亚洲首次部署，将向中国等国家表明英国相信国际海洋法，并且以一种自信而非对抗的方式证明这一点。他还强调不想得罪任何人，但英国必须在维护法治方面有重要担当，将和澳大利亚、英国、印度等伙伴一起维护基于秩序的国际体系。这番话从英国嘴里说出来确实很荒谬可笑。英国曾作为日不落帝国，凭借武力威胁强行进行殖民侵略，这个炮舰外交对中国人来说很熟悉。1840年，英国数十艘军舰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中国劫掠大量财富。英国如果相信海洋法，就该归还迭戈加西亚给毛里求斯，把直布罗陀归还西班牙。而约翰逊这番话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嘲笑，有人讽刺一个前殖民帝国仍梦想着他过去的荣光，试图挥舞松弛可笑的肌肉来生存。还有人表示，拥有14亿人口、天性勤劳的中国已经准备好和西方并肩。然而西方努力给世界洗脑，他们才是世界唯一能够支配世界规则的人，通过他们手上的军舰和武器。其实总而言之，日不落确实日落西山了。在17到19世纪时，不列颠可曾讲过规则和法治。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卫报刊文标题是约翰逊表示，我们将作为海洋的警长，勇敢地面对中国。勇敢这个词也表明英国其实明白自己的处境。英国和中国海军实力早就悬殊巨大，而且我国外交部前不久就说过，搞航行自由对中国一点影响都没有，无非就是多烧点油。而这个底气就来源于我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英国不是以前的那个英国，而中国也早就不是1840年的那个中国。